2025年9月11日，美日两军正式开启了名为坚决之龙联合军演。军演说到底也只是表演，但这次的表演却玩了个大的，美军首次在日本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。这一幕何其相似！2024年美菲肩并肩军演，美军同样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机场部署了提风，最后以各种理由将提风留在了那里。那么此次的美日军演，美军会不会故技重施？日方又是否会趁着这个机会偷师，给自己的导弹来一波升级换代？大家不妨接着往下看。坚决之龙军演首次举行于2021年，已经形成1年1届的惯例。只是2025的规模似乎大得出奇。人员配置方面，约有 1.4万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和5000名美军士兵参与此次演练，涵盖海军陆战队、陆军、海军和空军，堪称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。内容方面包括多个地点的实弹射击训练和登陆作战，以及关于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和日本1-2式地对舰导弹的机动训练。但这些还只是饭前甜点，军演的重头戏围绕着我们的主角提风。提风音译 Typhon， 原为古希腊神话中发射火焰的妖魔巨人提风，这个可怖形象倒是十分契合提风系统的性能和诞生的历史。1987年12月8日，美苏两国签订中程核力量条约，白纸黑字表明双方不再生产和保有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、威力巨大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。条约很美好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多年来，俄军始终在违约边缘横跳，忍无可忍的美国2019年终于宣布彻底退出 INF， 提风因此成为美军告别 INF 后第一款中程导弹系统。在此之前，美军在陆基战术导弹与洲际导弹之间存在长期的火力空白，但这并不代表美军在技术上也有空白。多年的陆基中程导弹领域研究早就为美军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，成熟的理论与先进的技术让美军用短短4年时间就打造出这个怪物。首先是在机动性上，提风最开始便决定采用马克70 MOD 筹载运输系统，既能通过战略运输机空运，又能在公路等不同地形条件下运输，随时变换发射阵地，战场生存能力让人咂舌。其次是兼容性能上，提风能发射的导弹类型多种多样，包括拦截洲际导弹的标准3 Block 2A 以及 LRASM 隐形反舰导弹。最后是火力覆盖范围上，以提风为发射平台，任何380公里半径内的目标，一发标准6导弹5分钟立马见效。如果超过360公里怎么办？还有射程达1800公里的战斧导弹前来问候。火力军不由发问，标准6和战斧与提风的结合，除了火力覆盖，其他方面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？战斧巡航导弹大家恐怕不陌生，哪怕在众星云集的美军导弹体系中，它也属于一方豪强。该导弹为全天候亚音速导弹，射程达1800公里，采用低空飞行。它之所以被称为传奇，在于其辉煌的实战经历。战斧导弹的首秀开始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，为了这个战争，美国一共准备了约1000枚战斧系列导弹，还配备60枚 C 型潜射型陆攻导弹。结果证明，美军高看了对手，轻看了自己。整个海湾战争中，美军一共仅使用了291枚战斧导弹，命中率高达 85%。在战斧火力下，伊拉克军队勉强组织的几次反击都以失败告终，伊拉克军队被炸得不知天地为何物。随后的1995年，美军诺曼底号巡洋舰对塞尔维亚首次使用第3批次 GPS 系统引导的战斧，塞尔维亚毫无还手之力。而最近的伊以战争，美国同样向伊朗的核设施发射了30枚战斧。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证实战斧的战果，30枚战斧全部命中目标，细数下来，战斧少有败绩。除了战斧导弹，标准6导弹也不同凡响。该导弹为多用途防空导弹，一般从地面或是军舰上发射，以空中固定翼飞机以及无人机为目标，偶尔兼指反舰导弹。譬如勇敢之盾2022演习中，标准6导弹一发入魂，迅速击沉一艘佩里级护卫舰靶舰，
迅速二字正好也是标准6的代名词，最高3.5马赫的飞行速度帮助其轻松突破防空系统，对目标形成威慑。可以说，同时配备战斧和标准6的提风，在短程打击上有着寻常导弹难以企及的速度，中程打击上又少有导弹能媲美战斧的破坏力，1+1远远大于2。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提风，是否还有与之抗衡的对手呢？作为中程打击系统，提风以打击力度深、速度快闻名，因而不少媒体猜测，俄罗斯这边的应对手段恐怕是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。作为俄军最新型战术导弹系统，伊斯坎德尔的自用型射程为500公里，出口型射程280公里，被誉为世界上最致命的非战略弹道导弹武器之一，一般部署于公路机动发射车，可在1分钟内攻击2个目标。综合导弹性能上，采用复合制导方式，最大射程在500公里左右，命中精度在30米左右，参数上比提风差了点意思。但俄军的报道却认为，这款导弹可以在末端飞行过程中释放诱饵，突防能力极强。报道会骗人，实战却不会骗人。2023年9月7日，俄军在夜间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，随后命中了乌克兰的内阁政府大楼。彼时俄军使用的正是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中的 9M727 型巡航导弹。但俄军在这次袭击中总共发射9枚伊斯坎德尔系统发射的巡航导弹，其中4枚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斩于马下，突防率勉强超过 55%。可见突防能力这方面并没有俄军说的那么夸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 9M727 型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了大楼，可弹头似乎因为被防空系统击中的缘故，千辛万苦飞进了大楼，却立马哑火。想象中的爆炸并未发生，破坏力方面并没有达到俄军预期的目的。中国这边同样有一套与提风抗衡的系统，那就是东风 26D 中程弹道导弹。这款导弹首次亮相于93阅兵，作为东风26导弹的升级版，除了全天候作战能力，还具备飞行速度快、突防能力强、命中精度高等特点。与提风相比，东风 26D 采用最新型的乘波体弹头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漂式弹头，配合高超声速的性能，几乎难有拦截的可能。另外，同属于东风家族的东风17也是提风绕不开的强劲对手。根据相关媒体猜测，东风17最大射程在1800至2500公里左右，可对射程内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，在导弹性能和突防能力上有着比常规导弹更显著的提升。不过东风17发射方式与提风倒是相同，都采用了垂直发射。从整体上看，东风17还有2个性能让人咂舌，其一是飞行速度。作为中国首款高超音速武器系统，美国外交杂志从实验数据判断，东风17的最高速度超过了6马赫，在中程导弹飞行速度领域中属于当之无愧的佼佼者。其二是命中精度，实验从1400公里外发射，最后落点的位置距离目标仅只有几米，准度高得吓人。综合提风可能的对手的数据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，都有自己出色的地方。不过考虑到提风本身的强悍性能，真将3者丢进同一个战场上，谁能笑到最后，就要智者见智了。提风系统的兼容性与强大火力，注定了它会成为真实战场中的众矢之的。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情景：提风凭借极高的机动性和导弹拦截功能，多次躲过敌方火力袭击，对方便急眼了，选择孤注一掷、不计成本的狂轰滥炸。提风又该如何面对？那就不得不提到与提风搭配的 NM1SS 系统了。如果说提风是美军在中程导弹领域最锋利的矛，那 NM1SS 就无疑是站在矛身边最让人安心的护卫。NM1SS 被称为海军或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，从名字就能看出该系统属于反舰作战装备。在确定部署提风后，美军又立马在日本部署了 NM1SS， 足见美军对其防御能力的信任。为了配合提风的机动性， NM1SS 特意采用了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。顾名思义，系统主打无人化和轻量化，既有效满足于未来海上分布式作战，又适应了提风的高机动性，同时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，可以对约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以及拦截。NM1SS 出道时间极早，2021年便正式投入使用，但直到2025年才算形成初始作战能力。
按照美军的计划，大概到2030年将完成所有联队部署，达到全面作战能力。这恰好也满足了提丰部署计划。那 NM1SS 到底强在哪里？首先是在火力掩护方面，每辆 NM1SS 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。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计划，未来共计划部署4个导弹连，每个导弹连装备18辆发射车，一次性就能发射36枚导弹，瞬间形成火力覆盖，提丰几乎受不到一点威胁。其次是 NM1SS 采用的轻量化设计，无论是 C-130运输机，还是直升机，还是各种舰艇，都能完成 NM1SS 的运输工作，对提丰的支援与防卫几乎不会受环境影响。最后是 NM1SS 本身便有极佳的隐身性能，突防能力强，最远可对185公里外的海上威胁进行打击。从部署提丰系统再到部署 NM1SS， 坚决之龙军演，美军着实下了大手笔，不由让人好奇，正在寻找导弹系统更新换代的日本自卫队是否会趁机偷师亮招。日本对提丰有偷师的想法，这一推测自然不是空穴来风。目前日本岸舰导弹基本都存在着非隐身设计和弹头较小的技术缺陷，其实非隐身设计也就罢了，偏偏速度也不快，几乎一拦一个准儿，弹头也较小，破坏力难以对兼顾防御攻势的陆上目标和海上目标造成较大的威胁。倘若要增大弹头，又要牺牲其他性能。总而言之，自卫队依旧要被导弹技术困扰良久。美军的提丰便给了自卫队一个天赐良机，无论是战斧导弹的忠诚破坏力和精准度，还是标准6的高爆发速度，都是现成的偷师模板。当然，读书人的事儿不叫偷，而是借鉴。不过战斧和标准6最后都能从美军那里订购，只有提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这样独一份的顶尖发射装置，才是日本自卫队希望研发出来的。现在的日本自卫队以12式岸舰导弹为主要自卫武器，作为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，12式2015年便开始服役，其弹重700公斤，飞行速度0.9马赫，初始射程为可怜的200公里，采用了末端主动雷达制导的复合制导方式，这样的性能差不多够用了。但是日本自卫队明显不太满意，与同类型的反舰导弹标准6相比，12式岸舰导弹简直是没法看。飞行速度上，标准6 3.5马赫的高速让12式只能望其项背，240公里的攻击范围也不是12式能够比拟的，因此研制增程型12式岸舰导弹成了迫在眉睫的事儿。通过对提丰的研究，亦或借由坚决之龙行动与美军展开合作，都有很大可能实现增程型12式研究突破。日本广播协会网站的消息佐证了这个观点。自卫队在大分县汤部院新成立了一支岸舰导弹部队，番号为第8地对舰导弹联队，目前配备的是射程约200公里的12式岸舰导弹。然而从12式岸舰导弹的打击范围看，倘若将12式部署在大分县汤部院，导弹仅仅只能覆盖九州和本州4国之间的狭窄水域，倘若往西边打去，甚至还飞不到海面。各种不寻常，表明自卫队确实准备更换增程型12式岸舰导弹，军演上的提丰便是最好的研究对象。那说了这么久，从提丰那里偷师而来的增程型12式具体性能到底怎么样？据有关报道，这款导弹将采用惯性制导、地形匹配和雷达制导等先进技术，射程长达1000公里，火力覆盖范围不但包括日本全境，还触及沿海纵深区域，远远超过自卫队专守防卫的合理范畴。比起最开始的12式，几乎得到了质的提高，只能说确实借鉴到了提丰的精髓。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，据路透社报道，这次美军是暂时性的部署提丰，也就是军演结束便立马撤走。然而美菲军演同样是如此戏码，先是暂时性部署，军演一结束就变成了长期部署。这次美日军演，美军依旧有很大的意图故技重施。当然日本应该是在窃喜了，因为偷师的时间变长了。至于军演结束后美军到底会作何决定，就得等待一段时间了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提丰系统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大家觉得日本要求美军部署提丰，是否真是为了所谓的同盟防御安全？或者您认为世界上还有哪些中程导弹系统可以与提丰相提并论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，不仅超有态度，还堪称性价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级轻，拿在手上轻飘飘，穿上身更是零负担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剧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样，
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干爽，彻底告别黏腻感。最关键的是，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。仅需很少的钱，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，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，闭着眼入都不亏，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。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，赶紧去抢。